月光如水，山林间凉风拂过，静谧的只有树叶的沙沙声。一个身影突然从地上坐起，惊慌的四处张望。这是哪？甄小冉摸了摸周围坚硬的土地，满脑子问号。他记得自己正在宿舍熬夜追剧，吐槽妖狐传里的智障女主，结果眼前一黑，醒来后却到了这个荒郊野岭。正猛着，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声：欢迎进入妖狐传剧情世界。宿主，您已被选定为剧情修正者，需完成一系列任务。剧情修正？什么意思？甄小冉捏了捏自己的脸，确定不是在做梦后，不禁崩溃大喊：为食魔是我！因为您对该剧情发表过负面评论，为维护剧情完整性，请宿主亲身体验并完成任务。甄小冉一怔，猛然想起昨天深夜，他曾在弹幕上狂刷，这女主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换我上，男主早就跪下唱征服了。所以就因为我嘴贱，才被扔到这里。甄小冉气得直跺脚，声音却开始颤抖。不对，这是妖狐传。男主玉思觉那个九尾狐妖，一出场就杀了好几个人啊。提示：宿主目前身份为剧情路人甲，需完成存活7天的任务以推进主线。失败将重置任务，重新开始。7天，这难度根本地狱级吧？甄小冉捂着脸，心里泪流满面。话音未落，一股浓烈的杀气迎面袭来，他转头一看，只见一抹红色的身影正从树林深处缓缓走来。那人身材修长，一袭暗红色长袍随风飘动，背后的9条狐尾若隐若现。他眉眼如画，俊美的几乎不似凡人，但那冷冽的目光却让人不寒而栗。玉思觉，甄小冉倒吸一口冷气，腿一软险些摔倒，内心疯狂咆哮，来得这么快，这是要我现在领盒饭吗？玉思觉淡淡扫了他一眼，语气冷漠：擅闯此地，该死。甄小冉吓得浑身僵硬，连逃跑都忘了。他脑袋里疯狂闪过无数剧情片段，迅速做出决定，嘴炮或许是唯一的活路。大人饶命！他立刻跪下，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。我是误闯此地，对您毫无冒犯之意啊。玉思觉停下脚步，微微眯眼：凡人，你的生命不值一提。话音刚落，他抬手，指尖妖力凝聚，耀眼的红光让甄小冉几乎睁不开眼。系统救命！甄小冉在心里狂喊：我要重来！这回真不行了。建议宿主尝试拖延战术，目标兴趣值尚未归零。兴趣值？你是让我博他一笑吗？甄小冉来不及多想，急中生智，大声喊道：大人且慢，我是来拜神的。玉思觉手微微一读，冷笑道：拜神？对啊。甄小冉强行挤出笑容，声音颤抖却诚恳：我一心仰慕九尾大人，愿意侍奉您，成为您最忠诚的信徒。玉思觉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冷冽的目光审视他，指尖的妖力却并未收回。甄小冉觉得自己的心跳几乎要停了，拼命补充：您看我如此虔诚，怎么可能对您有威胁呢？他忽然笑了，笑容却冰冷至极。很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能为我做些什么。甄小冉觉得自己勉强捡回一条命，心里刚松了一口气，却接到了玉思觉的试炼，调查妖怪扰乱村庄的事件。他被迫踏上调查之路，却在途中遭到妖怪伏击，即便他拼命挣扎，也依然无法改变命运。最终，他被妖怪扑倒，视线渐渐模糊，耳边最后响起的是玉思觉那冷漠的声音：果然不堪一击，宿主死亡。任务重置中。甄小冉睁开眼，阳光刺眼的让他忍不住眯了眯眼睛。周围是一片静谧的田野，青翠的树木和摇曳的野花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发现上面附着一层粗糙的泥土。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竟然是一件普通的村姑袄裙。他愣了一下，忍不住惊呼：我这是又穿越了吗？脑海中熟悉的机械声适时响起：宿主已重生为村花身份，任务更新，请以该身份攻略目标玉思觉。甄小冉瞪大眼睛：村花？
这次是要我靠脸吃饭吗？提示：目标即将进入场景，请宿主立即进入状态。他翻了个白眼。什么状态？现在的我除了土里扒拉几下还能干啥？正抱怨着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他抬起头，看到一道熟悉的红色身影从远处走来。玉思觉，他依旧是一身暗红色长袍，9条虎尾在阳光下轻轻摇曳，俊美的像个神仙。但那冰冷的气场却让甄小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完了，他怎么又来了？甄小冉咬了咬牙，迅速低头揉了揉脸，让自己看起来虚弱无比，随后趴在地上，故作哀怨地呻吟起来。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我快不行了。玉思觉的脚步停住，他的目光落在甄小冉身上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。你是谁？甄小冉心头一紧，但表面上依然强装虚弱，微微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苍白无力的脸。大人，求求您救救我，我中了剧毒，命不久矣。他说完还刻意咳嗽了几声。玉思觉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的目光扫过他的脸，似乎在判断他的话是真是假。毒？什么毒？甄小冉眨了眨眼睛，开始胡编乱造。是蛇毒，一条巨大的毒蛇突然袭击了我。他边说边颤抖着抬起手臂，让他看到自己故意抹上的一点泥土痕迹。玉思觉的唇角微微上扬，但那笑容中却透着几分冷意。蛇毒，有趣。他缓缓靠近，低头仔细看了一眼他的手臂，随后嗤笑一声：下次换个毒吧，这毒我见过。甄小冉的脸色瞬间僵住。什么意思？他已经看穿了。玉思觉站直身体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：装病也要有点技巧，你这点把戏还差得远呢。甄小冉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骂自己太过轻敌，但他还不想放弃，连忙拉住他的衣袖。大人，即使您看穿了，但我是真的虚弱无比，求您怜悯一下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可怜，甚至还挤出几滴眼泪。玉思觉的眉头微微皱起，他似乎对他的无耻行为感到有些不耐。他冷冷甩开衣袖，若是再纠缠不清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甄小冉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，他知道这次真的没戏了，但为了活命，他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尝试。大人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只要能让我再活几天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玉思觉微微侧头，眼中带着一丝冷意。真的什么都行？甄小冉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他咽了咽口水，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。当然，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玉思觉轻笑一声，但那笑容中却带着几分残酷。那就先把你的命留下吧。话音未落，他的手指轻轻一挥，一道妖力直击甄小冉的心口。甄小冉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随后视线渐渐模糊。最后一刻，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次又是剧情崩坏吗？宿主死亡，任务重置中。甄小冉再次睁开眼时，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天花板上挂着精美的丝绸帐幔。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衣服，竟然是一件昂贵的锦缎长裙。他拨开帐幔起身四处张望，这是一间极为豪华的房间，雕花的家具金光闪闪，墙角还摆着一个玉瓶，里面插满了新鲜的名贵花卉。甄小冉忍不住叹气，这次是什么身份？脑海中很快传来熟悉的机械声。宿主已重生为负伤之女，任务更新，请以负伤之女的身份攻略目标玉思觉。甄小冉皱了皱眉，攻略的方式是什么？这次是要我靠钱砸吗？提示：财力与温柔双管齐下。甄小冉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
行吧，反正每次都不给我活路。他正思索着如何开始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孩轻声喊：小姐，九尾大人已经到了府上。甄小冉心里一惊，这么快就进入剧情了。她连忙起身整了整衣服，镜子里的自己华贵端庄，但眼神里藏着掩饰不住的慌乱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跟自己说了一句加油，随后推开门走了出去。甄小冉来到正厅，远远的就看到玉思觉坐在客座，他依然是一身暗红长袍，面容俊美却冰冷如霜，背后九尾轻轻摇曳，旁符在提醒着他的身份。甄小冉勉强挤出笑容，迈步走上前：九尾大人久仰大名，今日得您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。玉思觉抬眼看他，目光冷淡：不必多礼。甄小冉故作大方地坐到一旁，示意下人端上早已准备好的茶点。桌上很快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珍馐佳肴，每一道菜都精致得像艺术品。甄小冉端起酒杯，轻轻一敬：大人远道而来，小女子敬您一杯。玉思觉扫了一眼他的动作，没有接过酒杯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不必。甄小冉尴尬地僵在原地，心里忍不住暗骂：这人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。用膳过后，甄小冉命人取来了一个精美的木盒，她笑着打开，里面是一套玉器首饰，每一件都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大人，这是我甄家珍藏多年的宝物，还请您收下。玉思觉看了看那玉器，神情波澜不惊：我不稀罕这些俗物。甄小冉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她咬咬牙，又让下人搬来了一幅古画。这幅画乃是名家真迹，大人您一向雅趣非凡，这画想必能入您的眼。玉思觉依旧冷漠地看着他：这画虽好，但与我无用。甄小冉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下内心的烦躁：大人果然高人雅士，俗物难入法眼。若您觉得不够满意，不如直接告诉我您所需之物，甄家一定竭尽所能为您寻来。玉思觉似乎被他这番话逗笑，他轻轻一笑，但笑意里却带着几分嘲弄：你以为世间万物都能用钱买到？甄小冉被他这一笑弄得心里发虚，但还是勉强回应：钱虽不能买到一切，但也能解决大部分问题。玉思觉微微挑眉，他的目光深邃如寒潭，看得甄小冉有些不自在。傍晚时分，甄小冉在花园中拦下了正准备离开的玉思觉，他试探着开口：大人，您能否多留几日？府内有许多趣事值得一看。玉思觉停下脚步，目光冷冷落在他身上：为何要留我？甄小冉咬了咬牙，低声说：因为我倾心于您。这句话出口，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，但也没有退路，索性继续说下去：自您救下小女子的那一刻起，您的身影便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中。小女子愿与您共度余生。玉思觉神色未变，但眼底的寒意更深了一分。他淡淡开口：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甄小冉点点头，语气坚定：小女子知晓自己的心意。玉思觉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但那笑容中却没有一丝温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。他话音刚落，手中妖力闪过，甄小冉只觉得喉头一凉，随后眼前一片漆黑。宿主死亡，任务重置中。甄小冉在黑暗中苦笑，这次又是剧情崩坏吗？甄小冉从梦中惊醒，她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山林，冷风从耳边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黑色劲装，腰间挂着一把剑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：这次是江湖侠女了吗？脑海中立刻响起系统的机械声：宿主已重生为侠女身份，任务更新，请以侠女身份攻略目标玉思觉。
甄小冉扶着额头长叹一口气，这次又是怎么活命呢？正当他琢磨着要怎么行动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他迅速藏到一棵大树后，小心地朝声音来源望去。只见一行黑衣人骑马疾驰而过，为首之人身形高大，手持一把漆黑的长枪，他的脸被黑布蒙着，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。这时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响起，反派角色已进入场景，请宿主小心应对。甄小冉眉头一皱，心里暗想，看来这次不只是单纯攻略那位九尾大人，还得和这些反派斗智斗勇。夜幕降临，甄小冉小心翼翼地跟随着这些黑衣人来到一处山谷，远远就看到山谷中央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。玉思觉依旧一身暗红长袍，背后九尾轻轻摇曳，即使站在一群黑衣人面前，他的气场依然强大。这时为首的黑衣人举起长枪指向玉思觉，语气阴沉：九尾大人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玉思觉目光冷淡，似乎对这些威胁毫不在意。他语气平静：就凭你们！黑衣人怒喝一声，一挥手，其他黑衣人立刻冲了上来。甄小冉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低声嘀咕：这么多人对付他一个，不行，我得出手相救。说完，他拔出腰间的剑，猛地冲了出去，大喝一声：住手！甄小冉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。黑衣人和玉思觉同时看向他，玉思觉微微挑眉，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。你是谁？黑衣人首领冷笑：又一个送死的吗？甄小冉硬着头皮摆出侠女的架势，声音铿锵有力：我乃江湖侠女，专为匡扶正义而来，你们以多欺少，实在卑鄙无耻。黑衣人哼了一声，挥手示意几个手下上前解决他。甄小冉紧握长剑迎了上去，然而第一个回合他就被逼得节节后退，手中的剑差点脱手，心里已经开始后悔，这些黑衣人根本不是我能对付的呀。正在他即将被击倒的一瞬间，一道红光闪过，那几个黑衣人被强大的妖力震飞。甄小冉踉跄了一下，稳住身体，抬头看到玉思觉站在自己面前，他的目光带着一丝讥讽：你救我，还不如做我的踏脚石。甄小冉的脸瞬间红了，他张口结舌的想反驳，但最终只能硬着头皮低声说：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。玉思觉轻哼一声，挥手再次击退冲过来的黑衣人。这时黑衣人首领怒吼一声，亲自提枪冲了上来，他的气势比之前那些手下强大了数倍。甄小冉连忙退到一旁，躲在一块大石后面，小声嘀咕：这家伙看起来比 boss 还像 boss。 玉思觉与黑衣人首领激烈交手，每一次碰撞都激起阵阵气浪，周围的树木都被震得摇晃不止。甄小冉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场面也太刺激了吧。他正在暗暗感叹，忽然感觉到身后有危险的气息，他猛地转身，看到另一个黑衣人正悄悄向他靠近，手中的匕首闪着寒光。甄小冉下意识地举起剑格挡，但还是被匕首划伤了手臂，痛得他倒吸一口冷气。玉思觉听到声音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眉头微微皱起，手中妖力凝聚，一道红光射向那黑衣人，将其击倒在地。随后他迅速结束与黑衣人首领的战斗，站在甄小冉面前冷冷地说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敢说救我？甄小冉低着头捂着受伤的手臂，闷声说：至少我努力过了。玉思觉目光冷冷地扫过他，声音带着淡淡的嘲讽：努力没用，你不过是个拖累。甄小冉咬了咬牙，心里气得不行，但还是强行挤出一个笑容说：那我下次一定不会拖累您。玉思觉哼了一声，转身离开。黑衣人被击退，山谷再次恢复平静。
甄小冉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到一边坐下，他看着玉思觉的背影，心里有些复杂。系统的提示声响起，目标对宿主的好感度从0提升至10。甄小冉愣了一下，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虽然刚才丢脸丢到家了，但至少他对我的态度稍微改变了一点。他握了握拳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下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对我刮目相看。甄小冉再次睁开眼睛，他看到自己身处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殿，四周布满了浮雕和烛台，空气中飘着一股浓郁的檀香味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毛茸茸的小爪子。他惊恐地叫出声来，我变成了一只狐狸。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，宿主目前身份为狐妖新娘，请注意保持狐妖形态以免暴露。甄小冉气得直跺脚，但跺脚也只是2只小爪子扑腾了几下。狐妖形态怎么攻略那个九尾大人啊？系统冷冷地回答，这是最佳方案，请宿主相信系统。甄小冉翻了个白眼，你这次绝对是故意的。正当他准备抗议时，殿门被推开，一群身穿华服的妖族侍女恭敬地走进来，她们手中捧着托盘，上面放着华丽的饰品和衣物。领头的侍女微微鞠躬，恭贺新娘大人，今日将正式成为九尾大人的侍妻。甄小冉听得头皮发麻，她小声嘀咕，这是什么荒唐剧情？我怎么一觉醒来就要嫁人了？侍女们似乎没听到她的抱怨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饰品为她戴上，随后将她引到殿外。外头是万妖欢聚的大宴，正中央坐住的正是玉思觉。甄小冉被侍女们簇拥着走上高台，她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，脑海里不停告诉自己，冷静，冷静，一定能混过去。她努力挤出一副羞涩的表情，双耳轻轻动了动，尾巴也不自觉地摇了几下。玉思觉看到她的模样，目光微微一动，随后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这就是你们族人送来的献礼。领头的妖士立刻恭敬回应，是的大人，此乃我们族中最纯洁的狐妖，为您特意挑选的新娘。甄小冉听得脸都僵了，纯洁，这词怎么听怎么不对劲啊。他硬着头皮走上前，小声说，大人多多指教。玉思觉挑了挑眉，指教？你知道成为我的侍妻意味着什么吗？甄小冉心里一惊，脑袋里飞速运转，最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，意味着与您共度余生。玉思觉的笑意更深了，他的目光扫过他毛茸茸的小爪子和不停摇动的尾巴，他轻声道，你看起来倒是很有趣。甄小冉一时摸不清他的态度，只能静静站在原地。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几名妖族侍卫匆匆跑进来，跪地禀报，大人，人类闯入了禁地。玉思觉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他的目光如箭般看向那些侍卫，人类怎么会进来？侍卫慌忙低头回应，不知道，他们似乎是冒充商队进来的。玉思觉冷哼一声，站起身来，一身红袍随风轻扬，九尾闪动，闪着微弱的红光。甄小冉见状连忙开口，大人您去吧，这里有我看着。玉思觉转头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你这只小狐狸还能做什么？甄小冉低头假装害羞地说，至少能帮您看住这宴席，不至于让他冷场。玉思觉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一挥手消失在众人面前。甄小冉长舒一口气，他正准备溜下高台，却被几名妖族侍女拦住。新娘大人，这宴席还未结束，您不能离开。甄小冉干笑了2声，只能硬着头皮坐回高台，心里暗暗祈祷玉思觉快点解决那些人类，免得再有什么变数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就感到大殿外又传来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，
一名全身覆盖黑色斗篷的妖怪缓缓走了进来，他的气场比刚才的侍卫更为阴冷，甚至让周围的妖族都感到不安。他站在殿中央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新娘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甄小冉强行镇定地看着他，说吧，何事？那妖怪忽然伸手指向他：“您身上带着人类的气息，请问是怎么回事？”甄小冉瞬间僵住，脑袋里飞速寻找借口，但却怎么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。大殿内的其他妖族开始交头接耳，目光纷纷聚焦在他身上。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时，玉思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大殿门口，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全场，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弥漫开来。那名黑色斗篷的妖怪立刻跪倒在地，低声说：“大人恕罪，小妖并无冒犯之意。”玉思觉没有理会他，只是走到甄小冉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嘲弄：“人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甄小冉张了张嘴，最后只能低头小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玉思觉冷哼一声，随手一挥，甄小冉感到一阵强大的力量袭来，随后眼前一黑，宿主死亡。任务重置中，甄小冉的意识逐渐清醒，他抬头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阴暗的帐篷，周围挂着各种古怪的符文，还有一堆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水晶球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一身银白长袍，胸口绣着繁复的图案，看起来像是某种神秘仪式的服装。甄小冉小声嘀咕，这次又是什么新身份？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机械声：宿主已重生为神秘预言师，请以此身份接近目标玉思觉。甄小冉扶额轻叹：预言师，这是让我靠嘴说出一片天的意思吗？系统冷冷回答：已为您植入基础预言剧本，请注意谨慎使用。甄小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剧本又有什么用？一不小心还不是会露馅。正当他准备吐槽时，帐篷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接着一道低沉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进去。甄小冉顿时紧张起来，他抬头看向帐篷的入口，果然看到一抹熟悉的红色身影走了进来。玉思觉微微挑眉，眼神中带着几分探究：你就是那个自称能预知未来的人？甄小冉强行镇定，努力挤出一个神秘的笑容：正是。玉思觉扫了一眼他身后的水晶球和符文，嘴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：未来的事，当真能预测？甄小冉咳嗽了一声，装模作样的抬手抚过水晶球：未来本是无常之事，但我偶得天启，可窥得一二。玉思觉轻哼一声，目光中带着几分戏谑：那你可知我今日前来所为？甄小冉脑袋飞速运转，脑海中的系统立刻给出了提示：大人是为了妖族最近的不稳而来。甄小冉故作深沉的点头，说道：大人因妖族内乱而烦忧，是为寻解决之道。玉思觉眼神微微一动，但脸上依然冷淡。继续。甄小冉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有威严。妖族内乱起于禁地，那里封存的秘密已被泄露。玉思觉的目光瞬间变冷，他盯着甄小冉的眼睛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压迫：你怎会知道禁地？甄小冉的心提到嗓子眼，他强忍住慌张，低声说：天启所指，我自是能窥得一二。玉思觉没有再追问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大殿内的气氛越发压抑，甄小冉试图缓和，他故作淡定地拿起水晶球，声音低沉而缓慢：未来3日，妖族边境将有一场大灾。玉思觉微微皱眉，继续说下去。甄小冉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提示：边境妖兽暴动。他低声说：边境的妖兽将因灵脉异动而失控，若不及时平息，将波及整个妖族。
玉思觉的目光越发深邃，他看着甄小冉的神情带着几分探究。如果此事为真，那我该如何应对？甄小冉心头一紧，他低头假装抚摸水晶球，脑海中急忙询问系统，这个该怎么回答？系统快速提示，大人之力可震震灵脉。甄小冉抬起头，语气坚定，唯有大人亲自前往灵脉之地，方能阵阵异动。玉思觉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3日之内，若你的预言为真，我再决定留你与否。甄小冉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3日后，边境妖兽果然暴动，玉思觉亲自前往灵脉之地，以妖力压制异动，大灾得以平息。当他回到营地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甄小冉。他的目光冷冷地落在他身上。你确实预言了这场灾难，但我更好奇，你到底是谁？甄小冉的心猛地一跳，脑袋里飞速寻找借口，最终他低声说，大人，我是得天启指引的人，只为助您安定天下。玉思觉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助我安定天下，你未免太过高看自己。甄小冉强行镇定地说，大人若不信，尽可将我逐出妖族。玉思觉没有回答，只是沉默地看了他许久，最终冷冷地转身离开。夜晚，甄小冉躺在营地的一角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同时也忍不住感慨，这次总算没死成。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声，目标对宿主的好感度从10提升至20。甄小冉瞪大眼睛，心里忍不住笑了，好感度终于破20了。他握了握拳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下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彻底相信我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玉思觉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他的方向，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。甄小冉坐在一颗大石上，手里拿着一片树叶，无聊地撕成细条。他心里正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，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，警告，目标玉思觉正在接近。甄小冉吓了一跳，连忙站起来四处张望，远远的红色身影正向他走来，步伐稳健而从容。他立刻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却觉得心跳快得要命。玉思觉走近他，目光冷冷地落在他身上。甄小冉，你到底是谁？甄小冉愣了一下，勉强笑了笑，我是预言师啊，不然还能是谁？玉思觉嘴角微微上扬，但那笑容中透着寒意。预言师，还是侠女，亦或是富商之女？甄小冉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脑袋里像炸开了一样，他竟然知道了。玉思觉看着他的反应，眼中闪过一丝讥讽，你以为你换了几个身份，就能瞒得过我吗？甄小冉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的手紧紧攥着衣角，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建议宿主坦白身份，或许能打动目标。甄小冉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看着玉思觉，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倔强。大人，我确实换了几个身份，但我只有一个目的。玉思觉挑了挑眉，语气带着一丝玩味。目的是什么？甄小冉咬了咬牙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是来爱你的。玉思觉的神情瞬间变得微妙，他看着他半晌没有说话。甄小冉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了，他咬牙继续说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人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都想接近你。玉思觉的目光变得深邃，他慢慢开口，你可知道爱上一个妖是什么代价？甄小冉毫不犹豫地点头，知道，我什么都愿意承担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。玉思觉嘴角勾起一抹苦笑，他的眼中透着一丝复杂的情感。你很勇敢，但也很愚蠢。甄小冉的眼神闪过一丝委屈，
他低声说，我知道自己很蠢，但我从来没有骗你，我每次都是为了靠近你。玉思觉沉默了片刻，他转身看向远方，声音低沉，我不需要爱情，更不需要你的牺牲。甄小冉走上前一步，语气坚定，可我需要你。玉思觉回过头看着他，他的眼神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，但很快又被冷漠取代。甄小冉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他低声说，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我，那就杀了我吧。玉思觉皱起眉头，他的手微微一动，但最终什么也没做。甄小冉闭着眼睛等了半天，却感觉到一道柔和的力量将他拖住。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被玉思觉轻轻扶着。玉思觉的声音低沉，但带着一丝无奈，别再用这种方法威胁我。甄小冉愣住了，随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他擦了擦眼泪，轻声说，那你是不是不想我死？玉思觉没有回答，只是扶着他的手微微用了点力，庞福在告诉他答案。这时，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静谧，几名妖族侍卫匆匆跑来，跪倒在地。大人，敌方妖族已开始集结，意图攻入灵脉之地。玉思觉的目光瞬间变得冰冷，他放开甄小冉，冷声道，召集所有人备战。侍卫恭敬地退下。甄小冉看着玉思觉的神情，心里有些不安。他低声问，这次的危机很严重吗？玉思觉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身朝前走去，但他的步伐比平时更沉重。甄小冉咬了咬牙，快步追上去。他轻声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玉思觉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温柔，但他的声音依然冷漠。你若敢添乱，我不会在手下留情。甄小冉微微一笑，语气轻快，知道了，但我保证，这次我一定能帮上忙。玉思觉没有再说话，只是转身继续向前。甄小冉站在灵脉之地的入口，周围是肃杀的气息，妖族的士兵正在布防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。他抬头望向前方，玉思觉的身影孤傲地站在阵前，背后9条虎尾微微摇动。他一袭暗红长袍，像一抹烛火在黑暗中闪耀。甄小冉的心微微一紧，他知道，这一战不仅关乎妖族的命运，还关乎他的自由。他轻轻走到他身边，低声说，大人，我们真的要这样迎战吗？玉思觉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声音低沉，难道还有其他选择？甄小冉低下头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如果能换一条路，能让你不再背负这些责任，你愿意吗？玉思觉的目光微微一动，他凝视着他，声音里多了一丝复杂。甄小冉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甄小冉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我知道，你的一切都与这灵脉相连，但你并不属于这些锁链，你应该自由。玉思觉沉默片刻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冷漠。自由又有什么意义？甄小冉笑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温柔。自由的意义是，你可以选择爱或者不爱，选择留下或者离开。玉思觉皱了皱眉，他的目光变得越发深邃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甄小冉咬了咬牙，转身朝灵脉深处走去。灵脉的中央，一道巨大的能量柱直冲天际，周围环绕着强烈的灵气。甄小冉站在能量柱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追上来的玉思觉，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大人，如果我能用自己的生命换你自由，你愿意接受吗？玉思觉的脸色一变，他的声音冰冷中透着一丝恼怒。不要做傻事。甄小冉轻轻摇了摇头，他的眼神柔和却坚定。这不是傻事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。
玉思觉迈步上前，他的手一挥，将甄小冉从能量柱前推开。他的声音低沉，但带着压抑的愤怒。我不需要你的牺牲。甄小冉摇摇头，声音中带着哽咽。可是我需要你活下去。这时，一道黑色的裂缝出现在灵脉上空，敌方妖族首领从裂缝中走出，他冷笑着看向两人。九尾大人，你以为自己能护得住这灵脉吗？玉思觉转身面向敌人，他的目光冰冷如霜。如果我连你都对付不了，又凭什么守护妖族？敌方首领大笑了一声，挥手召唤出巨大的黑色气流。甄小冉看到气流正朝玉思觉袭来，他的心猛地一紧，毫不犹豫地冲上前挡在他身前。黑色气流撞在他身上，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，随后眼前一片漆黑。玉思觉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迅速将甄小冉抱在怀中，他的声音中第一次带上了慌乱。甄小冉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甄小冉睁开眼睛，脸色苍白地笑了笑。因为我爱你呀。玉思觉沉默了片刻，他的手紧紧抱住他，随后抬头看向敌方首领，他的目光中燃起了熊熊怒火。玉思觉的妖力疯狂涌动，9条狐尾展开，每一条都闪烁着耀眼的红光，周围的空气开始扭曲。他低声说：你不该触碰它。敌方首领感到强烈的压迫感，但还是咬牙冲了上来。玉思觉只是一挥手，一道红色的光芒如箭般划过，敌方首领瞬间被击倒，他的身影渐渐消散，周围的裂缝也开始闭合，灵脉恢复了平静。玉思觉抱着甄小冉坐在地上，他的手轻轻抚过他的脸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柔情。甄小冉，不要再离开我。甄小冉虚弱地笑了笑，如果你答应我自由了，我就不会离开。玉思觉的嘴角微微勾起，他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答应。几日后，甄小冉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发现自己正躺在玉思觉的怀里，他的目光温柔地看着他。甄小冉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，大人，这次我是不是又救了你？玉思觉轻笑一声，他的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额头，这次是我欠你。甄小冉得意地笑了，那大人以后可要好好补偿我。玉思觉低下头，声音低沉而温柔，好，一辈子都补偿你。